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，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，一个看似贫穷的台湾小伙和一个北京姑娘的爱情故事，里面有家庭反对，有身份之谜，有最后通牒，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面前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故事吧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故事的主角吧。女主角叫李梦琪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，今年27岁，在一家知名外企做市场经理，收入在北京这座城市算是中上等，家境也不错，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，家里在北京有2套房产。而男主角叫林之明，是台湾台北人，比梦琪大2岁，他是一家台湾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平时看起来很普通，穿着朴素，开的是一辆很普通的2手车，住在台北郊区的小公寓里。2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？这就要从3年前说起了。那时候，梦琪的公司派他去台北出差，负责一个为期2个月的项目。刚到台北的梦琪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。台北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大气磅礴，但是这座城市的精致和人文气息却深深吸引了他。有一天晚上，梦琪加班到很晚，公司安排的司机已经下班了，他只好自己打车回酒店。结果在路边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出租车，正着急的时候，一个骑着机车的年轻人停在他面前。小姐，你要去哪里？看你等很久了，需要帮忙吗？这个年轻人就是林之命。梦琪起初有些犹豫，毕竟在陌生的城市搭陌生人的车不太安全。但是看着林之命清秀的脸庞和真诚的眼神，再加上实在等不到车，他就壮着胆子答应了。谢谢你，我要去信义区的悦来酒店。梦琪说，正好顺路，我送你过去吧。林之命爽快地回答。一路上，林之命很有绅士风度，还给梦琪介绍了沿途的景点和美食。梦琪发现，这个台湾男生不仅人很好，还很有学问，对台北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。到了酒店门口，梦琪真诚地道谢，并主动要求加了林之命的联系方式，说改天请他吃饭，表示感谢。不用这么客气了，能帮到大陆来的朋友，我很开心。林之命笑着说，不过既然你想请客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台北有很多好吃的，我可以当你的导游。就这样，2个人开始了交往。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每到周末，林之命就会骑着他那辆普通的机车，带着梦琪游遍台北的大街小巷，从九份的山城小镇到渔人码头的夕阳美景，从夜市的美食到博物馆的文化之旅。梦琪看到了不一样的台湾，台湾真的和我想象中不一样呢。梦琪感叹道，以前总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繁华，但现在发现这里的生活品质和人文气息真的很棒。是啊，我们台湾虽然小，但是五脏俱全啊。林之命骄傲地说，而且我们这里的人情味很浓，不像大城市那么冷漠。在这2个月的相处中，梦琪渐渐被林之命吸引了。他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帅气的类型，但是温柔、体贴、有责任感，而且很有内涵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梦琪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，不像梦琪以前交往过的那些北京男生，总是带着一些功利的目的。眼看着出差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，2个人都有些舍不得。在梦琪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，林之命带他去了台北最高的一座山上看夜景。梦琪，这2个月认识你，我很开心。林之命认真地说，我知道你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但是我想问你，我们能不能继续交往？我是说，那种男女朋友的关系。梦琪其实也喜欢上了林之命，但是2地分隔，他心里也没底。志明，我也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，但是我们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北京，距离这么远，真的可以吗？距离不是问题，林之命坚定地说，我可以经常去北京看你，你也可以来台北玩。再说了，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每天视频通话也是可以的呀。看着林之命真诚的眼神，梦琪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2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回到北京后，梦琪的生活恢复了正轨，但是心里却总是惦记着远在台北的林之命。每天晚上，2个人都会准时视频通话，分享各自一天的生活。今天公司项目又加班了，累死我了。梦琪抱怨道，
我的梦琪最棒了，辛苦了，记得喝点热水，我要是在你身边就好了，可以给你按摩肩膀。林之明心疼地说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的异地恋持续了半年。在这期间，林之命每2个月就会飞来北京看梦琪一次，每次来都会住在便宜的青年旅社，为的就是省钱多陪梦琪几天。梦琪也去过台北2次，每次都是林之命开着他那辆旧车接他，带他去台湾各地游玩。梦琪发现，台湾的消费水平其实不低，有些地方甚至比北京还贵，但是林之明似乎总是很节省，经常带他去一些价格实惠的地方吃饭。志明，你不用这么省钱的，我来台湾玩，你做东道主，怎么能让我请客呢？梦琪有些心疼地说。哎呀，我工资没你高嘛。再说了，这些地方虽然便宜，但是味道很地道，比那些高档餐厅好吃多了。林之命笑着说，等我以后赚钱多了，一定带你去吃最好的。梦琪被林之命的真诚打动了，心里更加喜欢这个朴实的台湾男生了。然而，当梦琪向父母提起林之命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强烈的反对。什么？交了个台湾男朋友，还是个普通工程师？梦琪妈妈一听就不乐意了。台湾那么小，发展空间有限，你找个台湾男生有什么前途？就是啊，女儿。梦琪爸爸也劝道，你条件这么好，在北京多的是条件优秀的男生追你，干嘛要找个远在台湾的？而且听你说，他家条件也很一般，以后你们生活水平能一样吗？爸妈，你们别这样。梦琪有些生气。志明虽然现在条件一般，但是他人很好，很有上进心，而且台湾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落后，那里的生活品质很高的。那也不行。梦琪妈妈坚决反对，远嫁台湾，以后你想回北京看我们都难。再说了，两岸关系这么复杂，万一以后有个什么变故怎么办？梦琪和父母争执不下，最后只好暂时搁置这个话题。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和林之命的感情，反而两个人的感情在这种阻力下变得更加深厚。1年后，林之命向梦琪求婚了，那是在梦琪又一次去台北看他的时候，林之命带他去了当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不算太大但很精致的钻戒。梦琪，这1年多来，谢谢你一直包容我，接受我的条件。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好，没法给你最奢华的生活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梦琪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志明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钱包。两个人当场就约定，等林之命的事业有了更好的发展，他们就结婚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当梦琪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，向父母宣布这个消息时，迎接他的是更加猛烈的反对。什么？订婚了？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？梦琪妈妈气得直拍桌子，我们都还没见过这个人呢，你就答应嫁给他了？妈，我和志明在一起1年多了，彼此很了解了。梦琪试图解释，而且他人真的很好，只是条件差一点而已。条件差一点？梦琪爸爸冷笑一声，你知道台湾的房价有多高吗？在台北买一套像样的房子，少说也得几百万，他拿什么给你买房子？难道你要一直住他那个小公寓？爸，我们可以慢慢攒钱啊。梦琪据理力争，再说了，我也有工作可以一起承担的。那你打算放弃北京的工作去台湾，还是让他来北京发展？梦琪妈妈继续追问，你们有想过这些实际问题吗？梦琪一时语塞，确实，这些问题他和林之命都还没有仔细讨论过。就在梦琪为这些问题困扰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挑战来了。梦琪妈妈竟然擅自给她安排了相亲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梦琪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都订婚了。括回那不算数。梦琪妈妈态度强硬，反正我们都没见过他，也没有正式的仪式。这个男生可是市长秘书的儿子，家里条件特别好，人也长得帅，关键是就在北京。我不去。梦琪坚决地说，你必须去。梦琪爸爸也加入了战局，就当是给我们一个面子，见一面又不会怎么样。如果你还是觉得那个台湾小伙好，我们也不拦着你。在父母的强烈坚持下，梦琪勉强答应去见一面，但是他事先和林之命通了电话，告诉了他这件事。没关系的，我相信你。林之命大度地说，你就去见一面，给你父母一个交代，我相信我们的感情。人太好了啊！
这样都可以理解。孟琪心里对林之命更是心疼了。相亲那天，孟琪故意穿得很随意，也没有化妆，就是要给那个相亲对象一个下马威。结果那个男生确实如父母所说，家世好，长相帅，还是海归硕士，一见面就开始各种炫耀自己的背景和资源。我家在北京有3套房子，我自己名下有2辆车，1辆保时捷，1辆奔驰。那个男生自豪地说，对了，我爸最近在帮我联系一个副处长的位置，估计很快就能定下来了。孟琪听得直翻白眼，心想这种物质至上的男生哪比得上林之明的踏实和真诚。相亲草草结束，孟琪明确表示没有继续发展的意思。回家后，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林之明，2个人一起笑话了那个自大的官二代。说真的，孟琪，我有时候也担心自己配不上你。视频那头的林之命突然认真起来，你在北京条件这么好，身边不乏优秀的追求者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。傻瓜，我喜欢的就是你这种踏实肯干的性格。孟琪安慰道，别听我爸妈那些话，他们只是担心我嫁太远，而且不了解你，等他们见了你，一定会改变看法的。那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叔叔阿姨呢？林之命小心翼翼地问。这个吗？孟琪犹豫了一下，再等等吧，等我先把他们的情绪安抚好。实际上，孟琪心里也没底，他知道父母的态度有多强硬，要让他们接受林之命，恐怕需要一个奇迹，而这个奇迹很快就要发生了。就在孟琪为如何说服父母接受林之命而苦恼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。孟琪公司决定在台北设立分公司，需要派1名管理人员过去负责筹备工作，为期半年。孟琪立刻争取到了这个机会，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台北和林之明团聚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林之命简直高兴坏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天天见面了。孟琪来到台北后，依旧住在公司安排的酒店里，但是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去林之明的小公寓。慢慢的，孟琪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比如林之明偶尔会接到一些神秘的电话，接完后表情严肃，有时候他会说有应酬，晚上不能陪他。更奇怪的是，有一次孟琪在台北的高级餐厅撞见了林之命，他居然是和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在一起，看起来像是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志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孟琪终于忍不住问道。没有啊，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应酬而已。林之命笑着岔开了话题。对了，周末我带你去垦丁玩吧，那里的海滩超级美。孟琪虽然心存疑惑，但也没有过多追问，毕竟他相信林之命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。然而，父母那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，孟琪妈妈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来关心他，实际上是打探他和林之命的情况，顺便夹杂一些对林之命的不满。女儿啊，你现在亲眼看到他的生活条件了吧？和北京比怎么样？孟琪妈妈阴阳怪气地问。妈，台北虽然小，但是很精致，生活品质一点不比北京差。孟琪据理力争。那他的工资够养活你们俩吗？孟琪妈妈继续追问。你知道台北的物价有多高吗？志明很努力工作，我相信他有能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孟琪坚定地说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？孟琪妈妈长叹一口气。算了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让你爸爸直接去台北一趟，见见这个林之命，当面考察考察。孟琪一听就慌了，老爸可是出了名的严厉，这下林之明要遭殃了，但是又不能拒绝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当孟琪把这个消息告诉林之命时，出乎意料的是，林之命居然很淡定。叔叔要来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见见你的父母了。林之命笑着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志明，我爸可不好对付啊。孟琪担忧地说，而且他肯定会刨根问底，问你工作、收入、房子各种问题没关系的，来了就知道了。林之命神秘地笑了笑，相信我。1周后，孟琪爸爸独自来到台北，一下飞机，林之命就开着一辆全新的豪华轿车去接机，这让孟琪大吃一惊。这车，孟琪瞪大了眼睛，租的。林之明小声说，给叔叔一个好印象吗？孟琪心里暖暖的，感动于林之明的用心。
林之命把孟琪爸爸安排在台北最豪华的酒店套房里，又带他去了台北最有名的餐厅吃饭。整个过程中，林之命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谈吐不凡，完全不像平时那个大大咧咧的样子。林先生，我女儿跟我说你是做技术的。饭桌上，孟琪爸爸开始了拷问。是的，叔叔，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。林之命如实回答。哦，月薪多少？在台北能买得起房子吗？孟琪爸爸直奔主题。爸，孟琪有些尴尬，这么直接问人家收入不太好吧？没关系的，林之命温和地说，叔叔关心你的未来很正常。我现在的工资确实不是很高，但我在努力提升自己，而且我有一些投资，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好的回报。投资？孟琪爸爸来了兴趣，投资什么？股票、房产，各种各样吧。林之命笑而不答。对了，叔叔，明天我想带您去看看台北的几个著名景点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。就这样，林之命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之命带着孟琪爸爸游览了台北的各个角落，从故宫博物院到象山夜景，从渔人码头到阳明山公园，每到一处，林之命都能详细讲解当地的历史文化，显示出很不一般的知识水平。渐渐的，孟琪爸爸对林之命的印象有所改观，但对于两人的婚事，他依然持保留态度。志明这个人确实不错，有见识，有礼貌。临走前，孟琪爸爸对女儿说，但是条件确实一般，你要好好考虑清楚。我和你妈不反对你们交往，但结婚的事情还是再等等吧。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孟琪心里暗喜，至少爸爸不再强烈反对了。孟琪爸爸回北京后，向妻子转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孟琪妈妈虽然态度有所软化，但还是放不下心。你说他开豪车，住豪宅，会不会是装出来骗你的？孟琪妈妈狐疑地问。不像。孟琪爸爸认真地说，那小伙子在台北很吃得开，很多地方的人都认识他，对他很尊敬的样子，但具体做什么，他确实说得很模糊。越是这样越可疑。孟琪妈妈不依不饶，我看啊，得给他们定个时间线制。如果他真有本事，就拿出实际行动来，比如在北京买套房子。就这样，孟琪妈妈给出了最后通牒，如果林之命想娶孟琪，就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，最好能在北京买套房子，作为结婚的基础。当孟琪把这个要求告诉林之命时，林之命沉默了好一阵子。志明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。孟琪难过地说，你不用理会我妈，我们按自己的节奏来就好，大不了我不要父母的祝福了，别这样说。林之命轻轻抱住了孟琪，父母的祝福很重要，其实我一直有件事瞒着你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。林之命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说出了一个让孟琪震惊的事实，他其实是台湾某知名科技集团的少东家，家里资产上百亿台币，之所以一直隐瞒身份，是因为他想找一个真心爱他这个人，而不是爱他的钱的女孩。什么？孟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是富二代，那为什么要装作普通人的样子？因为我之前交往过几个女朋友，都是冲着我的家世来的。林之命苦笑着说，我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，所以决定隐瞒身份，以普通人的身份交往。你是第一个不在乎我条件的女孩，所以我更加珍惜你。孟琪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林之命有时候会接到神秘电话，难怪他认识那么多有身份的人，难怪他对台北的一切如此了解。那你住的小公寓，开的二手车，孟琪还是有些不敢相信，都是特意安排的。林之命不好意思地说，其实我在阳明山上有一栋别墅，还有几辆豪车。你爸来的时候，我带他去的餐厅，实际上是我投资的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孟琪又惊又喜，害我一直为我爸妈对你的态度感到愧疚，因为我想确定你爱的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我的钱。林之命深情地说，现在我已经完全确定了，你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第二天，林之命带着孟琪来到了他在阳明山上的豪宅，那是一栋依山而建的现代风格别墅，面朝大海，视野极佳。别墅里的装修低调奢华，处处体现着主人的品味。车库里停着几辆限量版跑车，其中一辆居然是全球限量10台的超级跑车。这都是你的？孟琪目瞪口呆，
是的，这才是真实的我。林之命牵着孟琪的手，带她参观自己的家。现在，你愿意嫁给真实的我吗？孟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使劲点头。1个月后，林之命专程飞到北京，带着孟琪一起去见他的父母。这一次，他开门见山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还拿出了家族企业的资料和个人资产证明。孟琪爸妈简直惊呆了。你是林氏集团的那个林家？孟琪爸爸结结巴巴地问。是的，叔叔，林之命谦虚地说，我们家族在台湾确实有一些产业，那可是台湾最大的科技集团之一啊。孟琪爸爸激动地说，早知道你是这个林家的，我哪还会有意见啊？爸，孟琪不满地瞪了爸爸一眼。嗨，我是说人品更重要。孟琪爸爸立刻改口，志明这孩子人品确实不错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担心孟琪嫁到台湾后会想念父母。林之命转向孟琪妈妈，真诚地说，所以我已经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，就在您家附近。以后每年我们会有至少3个月的时间住在北京，陪伴您和叔叔。这孩子真懂事。孟琪妈妈感动得不行，立刻转变态度。我就说嘛，我女儿眼光不会差的。孟琪在一旁直翻白眼，心想，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。就这样，在林之明真实身份的加持下，两家人很快敲定了婚事。半年后，孟琪和林之明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成为了台湾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闻。婚礼上，林之明深情地对孟琪说，谢谢你在不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我，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孟琪含着幸福的泪水回应道，傻瓜，无论你是穷小子还是富豪，我爱的都是你这个人。婚礼宴席上，孟琪的父母成了最热情的主角之一，到处向宾客介绍自己的台湾女婿有多优秀，完全忘记了当初是如何反对这段恋情的。我女婿啊，不仅家境好，最重要的是特别孝顺。孟琪妈妈对亲戚们炫耀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在北京给我们买了套豪宅，比我们原来住的还大。孟琪在一旁听得哭笑不得，悄悄对林之命说，看来我妈是彻底被你收买了。林之明笑着握紧他的手，这不是收买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会好好照顾你和你的家人。婚后的生活比孟琪想象中还要美好。林之明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为人依旧谦逊低调，对孟琪更是体贴入微。他尊重孟琪的职业选择，鼓励他在台北开设了自己的市场咨询公司，实现事业上的独立。每年有3个月，他们会按照承诺回北京陪伴孟琪的父母。渐渐的，孟琪爸妈也爱上了台湾的生活，经常主动提出来台北小住。两地的亲戚朋友也因为这段姻缘频繁往来，架起了一座温情的桥梁。婚后第2年，孟琪怀孕了，林之明更是紧张的不得了，请了最好的医生，准备了最完善的产前护理。孟琪妈妈更是直接搬来台北，说是要照顾女儿坐月子。妈，您现在可真是喜欢台湾了啊！孟琪笑着打趣道，记得当初您有多反对我嫁到台湾吗？那不是不了解吗？孟琪妈妈理直气壮地说，现在我可是台湾的半个通讯员了，经常在小区里给大家介绍台湾的好山好水好人情。看着母亲的变化，孟琪感到既好笑又温暖。在孟琪临产前，林之命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，老婆，如果当初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你还会爱上我吗？孟琪认真地想了想，回答道，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富二代，我可能会更加谨慎，担心你是那种纨绔子弟，但是了解了你的为人后，我还是会爱上你的。不过他狡黠地笑了笑，可能就不会为了家里反对而那么痛苦了。林之明听完哈哈大笑，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妻子。孟琪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孩，取名林晨阳，寓意如旭日东升般充满希望。有了孩子后，两人的生活更加充实美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孟琪逐渐了解到，林之命当初选择隐瞒身份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他想打破人们对台湾与大陆婚姻的刻板印象。很多大陆人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男生条件差，而很多台湾人又担心大陆女生是冲着户口或者财产来的。林之命某天晚上对孟琪坦白道，我想证明，真正的爱情是超越这些物质条件的。你这个傻瓜！孟琪靠在他肩膀上，你知不知道我当初有多担心我父母伤害你的自尊心？
知道啊，所以看到你为了我和父母据理力争的样子，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要的妻子。林之命亲了亲他的额头。3年后，林之命的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分公司，由孟琪负责运营。这样一来，两人既能发展事业，又能照顾到两地的家人。孟琪的父母也彻底转变了对台湾女婿的看法，甚至在亲友聚会上总是引以为豪。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哎呀，都往国外跑，我女儿倒好，找了个台湾女婿，多好啊！近，文化也相通。孟琪妈妈逢人就夸，我女婿在台湾可有地位了，对我女儿那叫一个好，简直是捧在手心里。孟琪爸爸也常常和林之命探讨两岸经济发展，对女婿的事业给予极大的支持和肯定。大陆和台湾各有所长啊，孟琪爸爸感慨道。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，台湾有精细的管理和技术优势，你们两个强强联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，他们跨越了台湾海峡的距离，也打破了彼此心中的隔阂和误解。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两岸婚姻中的一段佳话。陈阳5岁生日那天，全家人聚在台北的豪宅中庆祝，看着活泼可爱的儿子，事业有成的妻子，和乐融融的双方父母，林志明举起酒杯，动情地说：谢谢命运让我在台北的雨夜遇见孟琪，谢谢孟琪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我，也谢谢两边的父母最终给予了我们祝福。我们的故事证明，真爱是不分地域、不分贫富的。孟琪的眼角泛起了泪花，举杯回应：我要感谢志明当初的骗局，让我机会了解到真实的你。从穷小到富豪，你的本日从未改变，这才是最真实的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碰杯的清脆声音中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期许。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面前，身份地位、财富平平、地域文化都不是阻碍。当你遇到对的人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都值得坚持到底。